朋友们好，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上个周末的节目中我们刚刚才和大家有讨论了美欧协同行动对台湾的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做出了更为清晰化的一个升级的行动，对吧？结果就在今天中共在北京又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会议，纪念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50周年。这份决议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缩写是 PRC 的，就是恢复它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那么习近平是有亲自的部署，并且亲自的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高调的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它当然和迁离到台湾去的那个中华民国政府是直接相关的，对吧？但是实际上习近平他讲话的主要的目的他并不仅仅是限于要进一步的挤压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合法地位，而且他是有更大的这种算盘的。美国和盟友其实对此应该是洞若观火，所以在这个周末，美国及盟友是再次针对着台湾问题和中共打了一场舆论的对冲战，而且这个战火直接就烧到了联合国。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习近平这个讲话的主要内容，看看他究竟想要说些什么。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来简要的说明一下这个决议案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中华民国它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它也是一开始就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一个成员之一。但是在中共1949年建政以后其实从这个大概50年代的中期开始，联合国里面有部分亲共的国家就有多次的提请讨论过中国代表权的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美国的影响下支持中华民国的这个力量一直都是占有优势的。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中共曾经有出兵朝鲜武装侵略了大韩民国，这个可以说是中共咎由自取的一个结果。那么在1970年的时候中共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就开始秘密的沟通，双方缓和关系后在1971年的4月就公开的举行了那个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了。那么双方的关系就迅速的开始升温，于是美国就开始向中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就是准备要接纳 PRC 取得联合国的一个合法席位。在1971年的9月16号这一天，美国的总统尼克松是公开的宣布说，美国支持 PRC 加入联合国，并且取得安理会的席位。正是因为这个重大的转变导致联合国支持中华民国的力量开始大幅度的削弱。结果也就是在22年前的今天，就是1971年的10月25号，联合国大会就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这么一个结果，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等23个国家联合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这么一个议案。那么在第二天的10月26号的下午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他就有发表了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就正式的宣布退出了联合国了。我们回顾一下这个背景就可以知道，就是习近平他在讲话一开头就洋洋得意的声称说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如何，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只不过是美国作为联合中共来对抗苏联的一份大礼，是拱手送给中共的，只是美国当时的这个冷战的一个策略而已。当然这个策略在我个人现在看来它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策略，是一个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这么一个策略。但是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他先是以3个这50年为开头做的一个排比句，他就分别的回顾总结了中共在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以及联合国问题上这3方面所谓的一些贡献与功劳。然后他就开始进入到他讲话的最核心的部分了，也就是他这几年来反复的唠叨不停的要如何去实现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虽然习近平他讲话的这个核心主题是了无新意，但是在这一次的讲话中他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说法。
在我个人看来啊，我们归纳一下，它大概有以下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尽管习近平他信心满满的声称说，在过去50年啊，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但是呢，他显然是回避了1971年那个时候正好是处于文革的中期，这个惨绝人寰的人权灾难与社会大倒退，它其实正达到顶峰。同时呢，习近平啊，他也没有提到联合国宗旨中所说的那个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第二一点呢，就是习近平他有面不改色的表态说啊，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同时他还理直气壮地声称说，中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发展的道路，为中国人权进步和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世界应当要容纳多样性的文明等等等等。但说到这儿呢，大家不要笑，就这个话它听起来呢，它的确非常的荒谬，甚至会很滑稽。但是呢，我们在过去啊有不止一次和大家也讨论过了，就是中共它现在啊就是在把这种无耻无极限呢，它当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在玩命的去推进的。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篡改扭曲像人权、民主、自由、正义这些普世价值的那个内涵，并且要抢夺它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我们都知道这些概念它之所以被称为普世价值嘛，顾名思义，它就是因为它的内涵呢，它是普天下都相同，并且是得到认可的。这是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的时期地区，它都得到一个普遍认可并且遵守的人类的最基本的一些道德规范。它只与善恶有关，而与什么文明啊、种族啊等等这些因素其实没有关系。我们看到中共它现在搞出了一套所谓的特色价值观，它就是打着文明差异或者是包容多样性的这么一个旗号，在颠倒人类最基本的这个善恶是非的标准。这个就是一种极其邪恶的价值观了。中共的手法呢，说穿了，它不过就是偷换概念、鱼目混珠的这种诡辩术而已。在国际社会啊，尤其是一些西方的主流人士呢，往往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把戏呢是比较嗤之以鼻的，是吧？就是视同小丑一样，从而呢比较低估它的后果。但是其实我们是绝对不能够低估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渗透和扩张的。它对人类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破坏力之巨大，对普罗大众的欺骗性之强，其实远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这么一点可以涵盖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习近平啊，他在继续老生常谈的说啊，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要进行多边主义，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声称应该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些话呢，它本身不新鲜，但是在这一次的讲话中呢，习近平他有明确的提出了新秩序的这个游戏规则，他是这么说的。说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来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大家听听这话，是吧？他听上去呢，似乎是很在理的，对吧？很公平嘛，你不是讲民主吗？那么我们就应当用这193票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看谁得票多。这个手法其实它也是在照抄毛泽东的那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那一套，对吧？就是既然一国啊只有一票，那么你是最强大的美国和某一个最烂的穷国那一票，其实它的分量和权重都是一样的。那我就只需要收买或者说胁迫搞定大多数的这些穷国就行了。毕竟国际社会呢，它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呢是大体相似的，就是穷人呢永远要比富人的数量多。那么中共现在在联合国的势力它究竟有多大了呢？我们就以当前处于这个围堵中共的焦点议题，就是人权，把它作为一个例子，就可以管中窥豹。
加拿大呀，在今年的6月份，曾经有代表40多个国家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有发表一份声明，就是敦促中共要允许联合国独立的去调查新疆的这个种族灭绝的问题。结果呢，不但中共是立即就站起来反对，以白俄罗斯为代表的等等，总共是65个国家，其实也有相应的发表一份声明，认为说外国不应当干预中国的内政。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吗？这个比例啊，它其实就是习近平的底气与自信的由来，也是这个中共啊临阵友邦不与家奴的大撒币的政策，它最根本的一个动机所在。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当局呢正在下一盘如何主导掌控联合国的大棋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其实它还是可能存在着漏洞啊。中共它即便是势力范围占优，但是它也不一定说就能保证万无一失吧。要是万一出台了一个对中共不利的国际规则，那他怎么办呢？你习近平不自己也说吗？你不能够，或者说也不应该有例外的存在吗？很简单，中共啊其实早就有2套预案是准备好的。一套呢，就是他会高调的声称说该规则是非法的，是无效的，绝对不予承认。比如说，依据联合国的海洋法所设置的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对南中国海问题上，就是对中共所做出这个不利裁决。还有就是那份大家广为人知的吧，被视为历史文件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都是属于这一类。那么另外一套呢，就是习近平本人啊，他刚刚在本次讲话中才示范出来的，就是用中国特色这一张万能的狗皮膏药来堵塞所有的漏洞。比如说国际规则要求你要尊重人权，那么中共就说啊，我们不是在践踏人权啊，我们是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在保护人权。比如说国际社会要求要这个民主，那么中共就说我们才是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啊，我们比你们还要民主呢，我们是全过程的民主，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民主，等等等等。换句话说呢，中共的逻辑呢，它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规则对中共有利，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啊，只能有一个规则啊，大家都是必须遵守的。如果一个规则对中共不利，他同样会理直气壮地说，国际社会应当是丰富多彩的嘛，应当要容纳我们提倡的这种规则的多样性嘛。我们并非是不遵守国际规则，或者说在搞例外，我们只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特色而已。这个就是中共提倡的所谓的国际新秩序的真正的底牌所在。它的目的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共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永远用规则去约束其他人，而自己不必受任何的约束。那么第4一点呢，这也是一个关键的看点，就是习近平他在这个纪念中共取代中华民国的重大的日子里，他却罕见的对中华民国包括对台湾都是只字不提。这种做法它未免就有一点欲盖弥彰了，对吧？因为中共啊，就是 PRC 啊，它进入联合国与中华民国，也就是英文缩写是 ROC 的，它退出联合国，它们是一种因果相连的一个紧密相关的关系。习近平啊，他刻意的回避，就是不提任何与中华民国相关的概念呢。他最大的原因啊，应该是他不想与台湾有关的任何的话题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围观。也就是说呢，他在最大限度的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但是我们都知道，人世间呢，它就是这样的，往往你怕什么呢，它就会来什么。习近平呢，他越不想有人来提，越怕台湾问题国际化，那么就有人偏要提。当然，这个人呢，就是中共最大的对手美国了。上个周六啊，也就是10月23号，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一份声明，就说这个美国与台湾官员呢，就如何让台湾可能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事务进行了讨论。这份声明就说，与会的美国代表有重申了美国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承诺，
并且还讨论如何凸显台湾在更广泛议题上做出贡献的能力。这份声明啊，它显然就是针对的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在提前的泼冷水的。我们单单从这个字面上看啊，都可以看到美国对台湾的升级，对台湾的这种支持啊，它其实还在持续的升级的。在过去呢，美国它还只是比较单一的提到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这个议题，而且还是利用了就是疫情的大爆发嘛，而台湾呢交出了一份堪称是最优秀的防疫成绩单，这个非常难得的契机。那么现在的美国呢，它不但在继续的支持台湾进入卫生领域，也开始在支持台湾进入到气候领域。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听起来有点不着边际的气候议题呢，它实际上是非常接地气的，因为气候议题实际上它直接影响，甚至可以重组与国家命脉有关系的很多重要的产业链。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啊，现在被那个油价飙升搞得怨声载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气候变化它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啊？我们在这里就暂时不和大家讨论了。我们只是说，台湾如果能够参与国际气候议题，它就等于台湾可以在某些重要的产业链中发挥一个杠杆的作用，这个绝对不是中共乐意看到的。而美国啊，这个最新的声明，它还显示出不止于此。刚才我们不是有提到了吗？美台它还在讨论要如何的凸显台湾在更广泛议题上去做出贡献。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美的对冲战啊，它已经打到了联合国的原因。为什么美国它可以这样打呢？这里面啊，它其实直接的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2758号决议它的内容本身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所以呢，这份声明也可以说它是美国对中共的一个提醒。根据这份决议啊，它就明确的这个记载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决定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但是在这里啊，需要朋友们注意一个关键，就是这份决议呢，它只解决了谁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这个问题，它并没有涉及到中华民国是否应当被 PRC 所代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2758号决议啊，它认可的只是谁有资格坐在联合国的中国这个席位之上。它相当于呢，在事实上否定了中华民国对大陆的管辖权。但是中共也就是这个 PRC， 它是否对台湾拥有管辖权，这份决议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中共面临的一大死结，就是说，他要是承认2758号决议这份历史文件是合法而且是有效的，那么中华民国及台澎金马的这个国际地位，它就是有点相当于一种切身未分明的这么一个模糊的状态。而中共呢，他就很难以此为依据啊，声称说自己对台湾是拥有主权的，甚至声称说武力攻台呢，这也是属于 PRC 的一个内政，外人不得干预。这个其实就是美国他泼冷水啊，想要提醒中共当局的第一个要点所在。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美方声明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事务，这个有意义三个字。什么叫做有意义呢？什么叫做无意义呢？这个标准是谁说了算呢？这个解释权、定义权在谁的手里，那就是谁说了算。比如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邀请了台湾经文处的代表啊，在某个有外交意义的场所进行了会面，那么美国他当然就会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他一定会跳脚大骂的，对吧？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美国它其实也是在针锋相对的在争夺很多领域的一些定义权，有意义还是没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啊，现在普遍都采用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这个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这个模糊地带，它其实是相当大的。所以呢，美国实际上它是在把模糊战略
继续的延伸到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这个领域之中来。这个也就是美国国务院声明击中了中共的第2处软肋。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美国它在不断的扩大这个模糊的范围，那么原来被视为是清晰化的那个界限，其实它也就被包括在了新的模糊之中。这种模糊呢，它又变成为一种动态的模糊了。当然，美国保持模糊呢，它固然有受到当前各种因素制约的原因，但是呢，也不是说就没有很清晰的表达。比如说，拜登3次表态说美国将会保卫台湾，它就是一个例子。而更为清晰的表达呢，是来自刚刚和美国结成3国联盟的澳大利亚。就在昨天，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叫做皮特·达顿的，他有接受澳洲天空新闻台的专访。当被问及澳洲是否会与中共爆发战争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回应。他的回应主要是下面3个要点。第一点呢，他说，澳洲内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过去的6年中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台海议题，而以香港的遭遇看来，他们已经判断中共已经决定要进一步的对付台湾了。第2个要点就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那么无论美国作何反应，澳洲都会与美国共同进退。第3一点呢，就是没有人希望冲突，但是否开战这个问题要交由中共来回答。大家就看到嘛，这个表态它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晰了，而且可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没人喜欢战争，但要打我们就奉陪，是一个这样式的回答。这样的回答如果说澳大利亚它没有和美国就台海战争问题进行一个非常充分的沟通，我觉得它是不太可能从国防部长的嘴里这么公开的就说出来的。而且呢，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它基本上也会是英国的态度，因为这个就是那个 AUKUS 3国联盟的一个性质所决定的。而日本呢，它虽然暂时现在没有加入到3国联盟中去，但是台海与日本的战略的利害关系，也就是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呢，它也注定了日本同样只能够是保持与美国共同进退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呢，有盟友的好处呢，就是有些话呢不必你自己说出来，盟友来说呢，也许效果会更好。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